怎样去处理很重要的这个课题，就是怎样去处理呢？怎样去面对这个忽然间来的那个心脏病发作呢？这个字很大哈我拆掉它吧。对不起。OK， 怎样要处理？如果忽然间你身边的人得到心脏病，哎呦我现在好像有点痛，我不懂是不是心脏病啊，我试试什么这样我不懂怎么办？不懂就去医院 check 不要等还要等因为心脏病它不是现在立刻来的，很多人很有经验的可以告诉你他不是第一次痛，全部来到我们医院的病人呢，心脏痛这个地方痛呢，他已经痛了2天，他的前端的痛是他可能2天前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点阴阴的痛，就是有点不舒服了，然后过了2-3分钟就 OK， 然后过后呢他就不见了 ，alright， 然后他就慢慢的过了几个小时又来过，然后他就慢慢越来越亲密了，他就越来越快，越来越接近那个心脏的痛越来越接近，然后到最后呢，那个痛就是卡掉，就是在那边逗留很久，那个痛1个小时2个小时不跑的一直在痛，那是比较迟了。所以你要察觉一下，如果你是有这种痛的，这种阴阴痛的，然后越来越轻越来越密的话，那个痛那就是心脏病。如果是胃痛不是这样子的，胃痛呢它是就是胃痛痛了过后吃了药过后就不见了如果你没有吃药的话，你要等很久，那个胃好像载举这样子几个小时，然后你吃一点东西就不见了，这样子，那是胃痛。可是心脏病你吃东西都不会的，那个痛不会去掉的，还是在那边的。OK， 有些人呢，他的心脏病呢，他可能早期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心脏病，就是每次他做运动他就有心跳，他就有痛，每次他爬楼梯就有，哎呀，很辛苦这里。那是早期心脏病的第一征兆。这种情况呢，你如果是有上楼梯呢，跑步呢，还有人觉得好像喝的那种 coffee， 刚才有讲到 coffee 这个句号，有人问喝 coffee 失眠，我知道喝 coffee 他那种吃鸡或者吸烟过后或者做一点激烈的运动，一下子不舒服不舒服，一不舒服的话，然后过后你休息一下子，那个不舒服不见了。那就是最早的心脏病要发作的前端第一个征兆。那个时候呢，你就要立刻去 appointment with 一个 cardiology， 就是要找一个心脏医生呢去做一下心脏检查，做一个 echo， 做个 ECG， 可以的话他们会叫你做 stress test， 就是那个跑步机之类的，他们要给你 test 一下你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我给你 tip 就是，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明天就要去 check 了，就是说跑步、走路慢走都心痛，上楼梯也心痛，那就去 OK。还有第二种，他的心脏病呢，就是一直在挤他都没有来医院他都没有去看医生，然后他每次跑步都会开始痛，才会有痛可以啦，可以打鼾就不要来了，我们要挨一下，我们没有钱就挨了挨一下就是现在连休息也会痛。就是我看着电视机忽然间就来了，很痛然后又深呼吸一下子就不见了。可是休息在休息着看着电视或者是在谈天这种情况呢，他已经进入了比较严重的心脏病了，那叫做开始比较有已经是有我们讲有规划的心脏病，真正的那种 typical 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坐着也痛的话呢，不能等 appointment， 直接就去 emergency， 来我们这里地方，来我们的急诊室，我们立刻给你做点东西然后呢，如果你是休息的，可是呢你痛，忽然间痛，可是没有停过那个痛，一直在痛，一直痛到要死要活这样子，那就是 full blown， 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大心脏病发作。那这是可大可小。记得这3点记得这3点。OK， 然后
刚才我讲了，如果是有做运动有痛的话，怎样需要做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去检查。如果是休息，这个是让我们去检查的话，你可以在 outpatient， 就是说你可以在在我们的 appointment 下去看心脏医生，还来得及。OK， 可是如果你是在休息的时候有心痛的话，就不要等了，直接来 emergency。OK， 如果是痛到不能顶那种呢，是立刻叫 ambulance 来载你，不是你自己驾车过去啊。不要，总之是心脏病的话，什么都好了。如果家人没有在的话，就是叫 ambulance 来载你，比较快，开路比较快。你不要自己去驾车哦，你驾车你换人家不给你过啊，你就是在那边卡在那个 jam 里面就完蛋。让 ambulance 来载你。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 ambulance， 这个就是给你们用的哈啊，一定要打999。如果是说你的家跟那个医院很近的话，不用打999，隔壁就去了的哦，这样你驾车快点哦。总之你要记得，交通在繁忙的地方很危险的，它会 delay 我们的 transport。我就讲了 ，time is muscle 很重要，每1分钟都是很重要的，1分钟，不要讲1个小时，1分钟 ，OK？ 现在我讲了三个可能性哈 ，OK？ 现在我讲的是，当你家人有人在心脏痛，你暂时应该做什么 ？What you should do when somebody having heart attack now in front of you？ 第一，叫他 calm down， 真的是第一就是叫他躺着 calm down， 休息 calm down 休息。然后呢，你去找看他，如果他是心脏病人的话，他应该有一种叫做 GTN 的药，在他的那个他的家里面有这个我们讲 GTN 这个 GTN 呢，你给他一粒放在我们舌头下面的我们叫雷达晕了哈，听过然后呢，如果 aspirin 你可以吃 aspirin 可以，可是如果你是没 aspirin 的话，你不需要吃阿司匹林。可是如果是有 aspirin 的，你吃了过后要告诉医生你吃了 aspirin 哈谢谢你 Christina。所以放在这个雷达晕就放一粒给他，然后这样休息，然后你立刻打999。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打999吗？因为你要抬他下去车那边进去车叫他走路不要哦，这个时间不应该走路哦。ambulance 可以来到你家里拿那个 stretcher 进来直接抬你回去哦。所以呢，不同的因为每走一步路都是给心脏多一个负荷，然后造成心脏病更严重。所以我提议你们让我们专业的人过来抬他过去，好不好？现在的 ambulance 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应该会到你家，没问题的。除非你是很偏僻的地方，没办法，那你就快点出去，要驾车过去。尽量不要给病人走路，尽量不要给病人出力，减低他的 oxygen 的那个 consumption，OK？ 减低这个然后给那个我刚才讲的，给那个那个 GTN 叫他躺着，然后不要走就是躺着，然后给他慢慢的松弛，不用紧张，我们已经打了999，OK？ 这是很重要。还有你要观察他，当你打了99过后，你要观察他 ，OK？ 你不要给他做那种跟你做那边做这里用那个风油什么，你可以用风油之类的，可以，可是你不要用到那个病人更加紧张。好只是慢慢安抚他 ，OK？ 然后你不要给他什么我要做这个手指刺那手指给他出血之类的，全部不要做这些我们听到的东西全部不要做，就是给他静就可以了尽量也是不要喝这样多水，怕呕吐，尽量不要放血，please 不要放血。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因为你刺他的手指的时候有疼痛的时候，心脏就会跳得更快，那就会更加快缺氧，心脏病更加严重。不要刺激病人，不要，尽量让他躺着，不要刺激他 ，OK？ 真的有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刺激他的话，尽量你又紧张他又紧张，大家紧张的话就完蛋。你一定要淡定，你自己一定要不要紧张 ，OK？ 不要紧张然后你要给他喝温水，全部的可以，可是我相信这时候最好是不要给喝这样多水。为什么？因为到医院的时候呢，我要解释一下到医院到底做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医院做什么过后，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叫你不要给他喝水。好，等一下我会解释OK？ 然后呢，
然后呢观察他 ，OK。当你观察他的时候，你需要做些什么 ？OK， 在身边陪伴他是最重要的 ，OK。然后不要跟他讲那种不好的东西啦，不要讲那些不好的东西，总之是不要刺激他。然后呢，就在看着他的精神，意思说他有没有好像越来越沉睡下去 ？OK， 这一点很重要，他有没有好像昏迷？如果他的情况好像开始要昏迷，好像发紫，要昏迷了，这样你就要做 standby 了。这一点我现在要讲的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几时你需要做人工辅助就是 CPR 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呢其实也是很 high educated 的，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明白，有听过 CPR 这一点的哈。